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粒儿呀。大雄和小多拉来到小人国，本想当个英雄，结果被人驱赶成狗熊。这天，大雄给小伙伴们讲，误入小人国的格列佛最初备受警戒，但他帮助小人国打败了邻国的入侵，备受国民的欢喜。静香说，这不是自己小时候就读过的《格列佛游记》吗？小夫嘲笑大雄，竟然有这个闲心看这种故事书，那今天的考试肯定是小菜一碟喽。大雄心虚的把0分考卷藏在身后，话不投机，还是回家自己看吧。越看越喜欢这个故事。这时邻居家的小女孩来要回故事书，大雄真是越活越回旋呐，还意犹未尽的想着故事情节。小多拉官方吐槽道，分明是你的智商比别人晚了好几年，现在刚好能看懂3岁孩子的故事。大雄也想成为格列佛一样的巨人，在小人国成为英雄。小多拉告诉他，别异想天开了，哪有什么小人国，可大雄的目标是星辰宇宙，总有一颗星球上的人比他小吧。软磨硬泡下，小多拉还是拿出了宇宙救生艇，两人就这样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。这个机器会自动寻找有人居住的星球，但不一定是小人国。熊熊一看，应该还要好久吧，那就睡一觉吧。刚趴下就剧烈晃动，往窗外一看，蓝天白云，原来是着陆了。刚打开舱门，海水漫了进来，原来是降落在海里，拼命扑腾了几下。定睛一看，原来海水一点也不深，看向远处居然有船，那没错啦，应该是来到了有人居住的星球，一路狂奔，挥手示意。没想到走了几步就到了船的面前，可眼前这艘轮船像个玩具一样，再看船上的人好似一群蚂蚁，看来真的来到了小人国。两人高兴的就往岸上跑，由于岸上的人太小了，说什么也听不清楚。小多拉拿出微型助听器，岸上的人把他俩当成了金刚和狸猫哥斯拉，骂骂咧咧让他俩离开。小多拉赶紧和岸上的人解释，俺们是正义的超人，是来帮助你们的。可话还没说完，人都不见了，就看各种坦克、机甲战车对着他俩毫不客气的开炮，他俩也没办法，只能逃到岸上。这城市建造的还挺完善的，有种奥特曼进入城市的感觉。大雄来到这也没改掉偷窥别人洗澡的习惯。这时一架直升飞机过来，让他俩赶紧离开，原来已经严重阻碍交通正常运行了。大雄刚要落脚，差点踩到一辆汽车，结果没站稳，一屁股坐在了旁边的草坪上，0分考卷也掉在了地上。英雄是没当成，只能和小多拉飞到一处空地上，拿出折叠屋暂时落脚。可是还没等安稳，就有人登门拜访，原来是法院的人命令他俩离开，他们把城镇的阳光都给挡住了。这事儿整的还怎么帮助这个星球的人呀？突然传来一阵笑声，顺着声音一看，大家看着0分考卷，嘲笑这个人脑子不太灵光。这下熊熊彻底臭名昭著了，无奈下又被迫回到了海上。大雄还是不死心，非要做出让大家敬佩的事儿。看到水里不灵不灵的小颗粒在游动，小多拉捞了一杯，拿放大镜一看，大头鱼、比目鱼、青花鱼啥都有，看来这一带海域相当富饶呢。他俩打算给这里的居民打造个水族馆，让大家高兴下，下海就开捞。结果可想而知喽，被警告不许破坏海洋生态，真是诸事不顺啊，干什么都遭抱怨。无所事事的俩人，一个休闲的喝着茶，一个悠哉的尿着尿。码头上聚集了好多游行的市民，让他俩赶紧离开。这被嫌弃的不要不要的，无奈只好坐宇宙舱回到了家。这次的经历颠覆了大雄对格列佛的一切幻想，大雄决定自己创作新版格列佛，慷慨激昂，巴拉巴拉的给邻居小女孩讲着。果然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呀。好了，这期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拜拜喽。